这应该是目前不仅中国啊，也是全世界最快的4门量产车了，小米苏7 Ultra。正好呢，今天上市前有机会啊，来到绍兴去，相对来说分不同场景来体验了一下小米苏7 Ultra 这款车的几个特性。因为并不是我自己的深度测试，不是完全按照我的流程，所以呢，我今天就跟大家复盘一下我今天试到什么，就跟大家说什么啊。一天呢，主要呢是3个环节，分别是上午的场地赛道的体验，以及说下午的智驾，外加一点点人工驾驶的部分，3部分。那咱们就先从赛道说起啊。因为呢天公不作美，之前呢下了一夜的雨，所以在我上赛道的时候呢，赛道还处于一种半干半湿的环境。所以毫无疑问啊，咱不可能把它推到极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不能说去测试它在有一些相对极限激烈驾驶情况之下的一些调教特性。比如说这辆车它目前能够允许的最大的动能回收力度也可以达到 0.6G， 这个成绩应该是跟目前行业当中之前的现代 IONIQ 5N 是持平的。然后我就试了一下啊，我采用了一种大家别学啊，可能相对来说看着有点邪乎，就是我在赛道里边反正以相对比较激烈方式去开。然后呢，我把动能回收力度调到最大，全程呢是说踩刹车激活它的 CRBS 模式，然后呢尽量来去电制动。最后呢，车几圈下来停下来以后呢，然后我去用手试探着接近刹车盘，确实刹车盘啊还是很凉的，所以就证明它的电制动效率仍然是非常高的。因为小米苏7 Ultra 这款车它配备了3个电机，分别是前桥一个，好像叫 V6S， 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200多千瓦的，以及说后面是2个 V8S， 2个功率更大的电机，3电机，前面一个后面俩。它除了呢是能实现这种说是矢量驱动、矢量控制以外，再有一点呢就是它实际上来说3个电机也能够很大程度去辅助这辆车完成制动。我认为说在电动车的时代啊，其实电制动这个功能，它除了能够减少刹车负荷以外，在你激烈驾驶时候呢，其实还可以很有效去提升你的这种赛道的续航里程，可以让你在一管子电之下，对吧？可以跑的圈数更多、更好、相对长的保证你的这种说驾驶乐趣的延续。但是为什么目前只能做到 0.6G 呢？我分析可能原因是因为它毕竟前电机的功率还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它在这种动能回收时候，其实如果想充分发挥电机的制动力的话，理论上来讲啊，后电机可以达成的制动力，这个反向牵引力是更大的。但实际上呢，又因为一辆车它机械制动通常来讲，在紧急情况之下，就是极端情况之下，前轮是可以承担一辆车的主制动能力的。我指的是说特别激烈的情况之下。所以说，如果你要是这辆车在之前电制动状态之下，后轮的制动力太强，然后再瞬间切换到说前面机械制动为主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实际上有可能反而会使车辆的这种动态发生一些可能预期之外的改变。所以目前呢，最大就做到 0.6G。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认为啊，除了赛道工况，哪怕在日常相对激烈驾驶工况，都是完完全全够用了。不仅如此，还有就是它在激烈驾驶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别管说是在动力释放啊，在车身的跟随性啊，车身的这种响应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有运动味儿的。确实呢，在电动化主导运动车的年代，可能有些理念或者说一些特性与燃油车时代相比呢，可能是存在一些不足，但是它确实也带来了可能更多、更有效、更新奇的一些玩法和理念。所以关于这一切啊，我觉得无论是小米苏7 Ultra，或者说今后更多的产品，都可以去逐渐的解锁，或者说是不断探寻咱们的这种想象力的极限。在之后呢，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由专业车手啊带领我们每个人呢，反正跑了这么2-3圈，去感受一下，就是坐着乘坐感受一下车辆极限。那个工况的时候呢，已经临近中午了，赛道地表条件就已经很好了，基本上都干了，能够感觉到确实啊，小米苏7 Ultra这辆车它的这个极限还是相当高的，无论说是加速、刹车。以及说是这种侧向的G值啊。另外呢，车手也说，因为是体验券，所以他并没有发挥到极限。再有呢，就是与他的交流过程当中呢，无论是我感知啊，他这个车身的动态，以及说我观察他的操作，还是说来自他的反馈，他都表示说，苏7 Ultra这款车其实在你这种加速出弯时候，整体车身的姿态是特别均衡的，既不推头也不甩尾，你可以理解为是平滑着向外的。其实做到这点就得益于什么？就是这辆车它这个4驱系统或者说3电机动力的这种配合释放是比较好的，因为确实在电驱时代，它可以更加细腻去标定这个电机的无论是转速啊，或者说它的这种扭矩，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理论上来讲是可以达到一种更加细腻精确的车辆的极限的。当然这一点也是比较依赖于调教团队它比较深厚的
这种驾驶的功底和经验。如果这点做得好的话，那它确实给你起到很大的正向帮助。相反，如果不好的话，就会出现有一些产品，别管说燃油还是电动时代是那种，它的四驱系统不能很好执行你意图，反而会使你帮倒忙，全程给你较劲的那种特性。所以小米苏七 Ultra 至少我感觉啊，以目前的阶段来讲还是很好的。再有一点呢，就是它除了说是原厂的刹车片以外，这一次呢还可以去选装 Endless 的高性能的刹车片。反正据专业车手反馈啊，选装那个刹车片之后，你如果说是想在赛道当中连续持续多圈，哪怕是最强的排位模式去刷圈的话，它都是可以非常好的保证抗热衰减性能的。所以这点大家也是无需担心的。除了说刹车片以外，包括它也提供了像是脚牙避震啊，以及说是前端可以打开的这个机盖，以及说尾翼等等这些选装，以去进一步优化空气动力学特性。所以说呢，反正苏七 Ultra 这款车未来的话，确实就是可以选择拓展的点还是有很多的。此外呢，确实也是当今啊智能电动车时代一种新的可玩性，或者说是能够给予车友们之间互动的一种特性，就是它还有一个圈速榜，你呢可以把它预植进去的许多赛道的这种成绩啊去输到系统当中，不同的车友之间呢还可以去隔空 PK 对比。这个功能确实我觉得可以增加互动性，但同时啊，我这里也说一点，就是可能说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车友，他所开这辆车刷那个圈速，跟你可能无论是在装备特性或者天气、地表条件、车况都存在些许不同，因此我是觉得啊，就是大家友好的交流，或者说相互的去学习、相互的研究，提升自己的车技，这点我觉得都挺好。但是没有必要说玩命上头，非要去说争个你死我活啊，因为你要真是。我觉得太拼太上头的话，保不齐说有可能还会出现危险，所以这里我也是提醒啊，就是如果今后提车的这些车友伙伴们，就是咱们充分的发挥它车辆这些能力潜能，以去更好优化自身，让自己玩得更爽，而没有必要我觉得对吧？太过于说把这种竞争激烈性放在第一位。赛道的部分呢，就体验了这么多，也只能体验这么多了，时间比较短，然后环境也比较有限。再接下来呢，就是智驾的部分。应当说，小米是目前国内这些新势力当中比较晚造车，或者很可能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最晚一个造车的。那么相对来讲，它的这个高阶的城市领航智驾功能上车也比较晚。今天呢，我试了一下，毕竟说小米汽车交付到现在也就不到1年时间，它达到目前的这种完成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表扬的。总体来讲呢，就是它在道路上，开了有大概1个小时吧，全程我真的是零接管，一次接管都没有。总体来讲，在跟车逻辑，在这种说是车道的居中，以及说是转弯的策略等等这些方面做的都还是相当好的。也就是日常总体来讲是可以做到一种比较好的效率和安全之间的兼顾的。但确实目前也不算完美啊，还是有几个可以提升优化点。第一就是呢，它对于这种车道分流的情况，比如说一个开放的喇叭口从2条道变成路口4条道，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明明可以直行，就去直行道进直行道，它不是，它还要非往这个转弯道转一下，然后再回来，对吧？画一个之字，就类似有这种说是过渡变道情况，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相对来讲可以优化的。第二点就是比如说在过这个路口啊，比如转弯的时候，对于说这个行人的避让，有的时候呢可能相对来讲就是有一些情况，我是觉得其实应该可以车停车让人，虽然它也不会造成什么危险啊，但是它过去的话，可能一来是有可能会说在有一些城市当中可能违反这个避让行人的法规啊，另一方面就是也不排除有可能会行人造成一些这种惊吓啊。总体上的安全没问题，但确实我觉得从这个层面来讲还有可以优化空间。第三呢，确实就是在有一些情况之下，比如说前车驶离啊，车道目前也是通畅的，它可能会把比如说道路中心的一些比如栅栏识别成锥桶等等之类的这种误识别情况。但即便如此，我认为啊，就是我第一次体验小米它这个智驾系统，我觉得以目前的完成度、以完善程度，包括跟整个行业对比，100分满分的话，我觉得给85分还是没有问题。所以说总体是可以给到一个积极的表扬的成绩的，但是未来呢还有优化的空间。除了说智驾以外呢，再有就是人工驾驶吧。人工驾驶这一次其实能够试的环节比较有限，另外一点也是因为它跟北京我们的标准场地并不完全一样，所以说呢我就是简单的开了开啊，反正仅供参考。应当说小米苏七 Ultra 这款车，它未来上市以后可能会把特斯拉的 Model S Plaid 作为主要的一个竞对的车型。因为我自己也是 Model S Plaid 的车主啊，所以说这里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两辆车驾驶感受一些区别。整体来讲，我觉得就是苏七 Ultra 这款车，它实际上开着更有运动味儿，
就是你会觉得它更像一个运动型车，并不意味着说它不好开啊，只是说它这辆车这种相对比较紧绷的特性。而且其实这辆车的话，它还没有选装最极端那个脚压避震，它目前仍然是一个双腔空簧的配置，开着的话保证日常的这种平顺性没有什么问题。简单来讲就是对于说小震动啊还是比较敏感的啊，包括说它这个比较宽的轮胎，胎噪的话我觉得反正中等吧，不是那种极致安静，但是对于它的无聊用户来讲，我觉得充分接受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转向手感即便调到最轻的那一档，就是通过驾驶模式啊，它其实也在只有说是大概可能3公里每小时以内速度你会觉得比较轻，然后速度只要一起来之后，很低的速度就建立起比较大的回正力矩，或者说是让你会觉得比较的沉重，有一些阻尼感等等，这一切吧，确实表现出了一些就是这种运动味儿。我觉得相比于我那个 S Play 的话，它确实是，除了说是绝对的动力足够强以外，再有一点就是开着更像运动型车，包括比如说它这种声浪模拟啊，或者其他一些拓展能力，也可以让你玩得更爽。最后做总结吧，我觉得今天虽然说我没有对它进行任何严格的测试啊，但确实至少我觉得还是一定程度模拟了苏7 Ultra 车主日常可以用到几种场景，无论说是对吧这种赛道相对激烈驾驶，还是说智驾的模式，以及说是人工驾驶等多种情况，相对来讲，我觉得它的完成度还是相当好的，或者说这辆车我觉得已经比较接近完美的状态了。考虑到目前它只发布预售价80多万，咱们不知道啊，在上市之后是不是还能有惊喜，或者说是不同的配件、不同的规格，是不是可能还能给大家以更多的拓展空间，包括今后通过一些 OTA 升级啊，是否还可以说更加接近完美状态。所以说关于这一切，咱们大家就一起期待吧。等等这辆车它正式上市，或者有可能当这期视频上线的时候，它也已经正式上市了。咱们大家可以把你们对于说这辆车它的期待，或者说你们的感知，包括说是价格，或者你自己是不是想买，这些点打在评论或者弹幕当中，未来有机会咱们一起交流。